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中野信子所著的《人为什么会因孤独而痛苦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为什么人会感到孤独；第二，我们为什么会对孤独感到不适；第三，如何与孤独和谐相处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为什么人会感到孤独？孤独是人类生存机制的一部分。从神经科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，孤独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情感体验。作为社会性生物的人类，会本能地感受到孤独，有时这种感受甚至伴随着强烈的痛苦。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情感，人类才能在进化中生存下来。例如，当婴儿或幼儿看不到母亲时会哭泣，而被抱起后便会停止哭泣。这是因为他们处于无法独自生存的脆弱状态，缺乏保护意味着生命处于危险之中。因此，孤独感可以被视为一种信号，让他们敏锐地察觉到潜在的危险，并通过哭泣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。由此可见，孤独既是一种预测危险的防御机制，也是一种生存的本能。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人类是以群体的形式来进行狩猎和生活。对于早期的人类而言，群体生活的生存几率远高于独自行动。许多哺乳动物种类通过群体生活来弥补个体的弱点。人类作为哺乳动物中力量和速度都较弱的一类，能够存活至今，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形成高度社会化的群体。为了维持这种社会性的联系，人类在群体中会感到安全和舒适，而在孤立时则会感到不适、焦虑和孤独。这种机制已深深植入到了我们的基因中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我们为什么会对孤独感到不适？首先是第一个要点，负面情绪是大脑的防御机制。孤独感带来的焦虑和不适等负面情绪，往往比快乐、幸福、安心等正面情绪更为强烈。因此，我们更容易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。那么，为什么负面情绪会存在呢？作者认为，这种机制对人类十分有利。偶尔的焦虑和孤独感会促使我们不断寻求与群体的联系，从而更好地适应周围的环境和社会。相较于正面情绪，负面情绪更为强烈，可能是因为正面情绪通常不会直接威胁到生存。例如，如果在与心仪的人享用美食时突然发生地震，您会做如何反应呢？您可能会立刻离开现场，以确保自身安全。如果因为享受美食和幸福感而迟迟不肯离开，您可能会错失逃生的机会。因此，在察觉到危险后，人类和动物都会忘记食物，拼命逃生，以确保生存下来。由此可见，负面情绪虽然会让人不快，但它确实具备重要的生存功能。接下来是第二个要点，人类的生存策略与孤独感的关系。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感到孤独而责备自己的心灵脆弱，但实际上，这并非心灵脆弱，而是因为孤独本身意味着潜在的危险。大脑通过引发不适感来提醒我们。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，孤独感与强健的身体一样重要。通过孤独带来的心理痛苦，人类能够感知到危机，从而提高生存的几率。可以说，孤独感是一种生存策略。此外，孤独感的强弱因人而异，这种对孤独的敏感性的差异也是人类得以生存的重要因素。一方面，有些人因为害怕孤独而努力维持与他人的联系；另一方面，也有一些人主动选择与群体分离，探索未知的世界。正因为这种多样性，人类才能持续进化并避免灭绝。孤独感是人类进化的证明。我们的基因中已经深植了与他人分离时的不适和不安，这一特性被延续至今。因此，感到孤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这并不是个人的责任，也不意味着个人的不足，而是大脑正常运作的标志。接下来是第三部分，如何与孤独和谐相处。首先是第一个要点，正视自己的内心。感到孤独时出现不安是很自然的反应，但如果这种不安演变成对他人的敌意或依赖，我们就应该尝试改变对孤独的看法。
以调整自己的行为。比如，当我们因失去某个重要的人而感到空虚时，通常会希望通过他人来填补这个空缺。然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无法轻易取代我们失去的人。这时候，我们需要接受失去的事实，并直面由此带来的痛苦。正因为失去的人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才无法轻易平复心情。有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因自我否定而加深痛苦，比如认为自己毫无价值。但我们应学会接受这些情感，将它们视作自然的心理现象。接纳内心的变化，也是一种自我真实的表现。通过与内心对话，接受自己的感受，并逐步培养自我。那些内心丰富的人，通常需要更多时间来消化情感。当再次感到孤独时，可以试着对自己说：“你感到孤独，是因为失去了那个重要的人。这让你感到悲伤和沮丧，就像有另一个自己在身旁注视着您。”我们可以试着与孤独对话，虽然这需要时间，但孤独是自然的现象。能够与自己进行这样的对话，意味着您已经迈出了珍视自我的第一步。作者认为，这是一个通过时间的积累，任何人都可以实现的方法。尽管有时强烈的失落感会突然袭来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离别会多于相遇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我们应珍惜与重要之人共度的时光，细细回味，正视孤独，并思考如何与之共处。这是一种理智而明智的做法。接下来是第二个要点：3条人际交往的秘诀。在人际交往中，保持适度的距离感尤为重要，而这包含3个关键点：不抱期待，不提要求，不加批判。能够维持良好关系的人，往往会明白，对方和自己是不同的个体，不可能事事都会分享。当我们感觉到对方可能在拒绝自己时，也要意识到这是一种可能性，不必因此而感到悲观。学会控制情绪对于身心健康至关重要。如果感到孤独，可以反思自己真正重视的是什么样的人际关系，认真思考与谁建立联系，想与谁交谈。您可能并不需要一个完全共情的密友，而只是一个能够无压力的交流的浅层次朋友。这样的对话或许就能减轻孤独感。真正可以依赖的朋友不必很多，只要有一个人在您孤独时倾听，或者在您感到不安时发条消息让你安心，这样的小小联系就足够了。建立适合自己的、合适的人际关系，对于控制孤独感以及各种情绪至关重要。接下来是第3个要点，在书中找到许多谈话的伙伴。沉浸在书籍的世界中也是忘却孤独的一种方法。读书看似是一种独处的活动，但实际上，阅读时我们并不会孤单，因为书籍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虚拟空间，在那里我们与众多角色共同度过时光。即使只是阅读漫画，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。孤独感常常会让思维停滞不前。为了解开僵硬的思绪，请大家尽情阅读那些吸引您的书籍，沉浸在那个世界中吧。作者还建议，可以挑战一些稍难的书籍。大脑本能地渴望新的信息。当我们发现新事物并获得知识时，会因为内啡肽的作用而感到愉悦和满足。通过阅读书籍，结识新的朋友，汲取新的知识，不仅可以摆脱孤独感，还能锻炼我们的大脑。对于那些因为视力问题难以阅读书籍的人，现在还可以通过有声书来获取内容。在做家务或散步时聆听书籍，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一边散步一边听书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接下来是第4个要点，不必克服孤独。许多人认为孤独是一种必须克服的情感，认为孤独的人无法获得幸福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孤独有时是不可避免的，但这也是生命的一部分。我们依然可以过上美好的人生。孤独是人类共有的情感，正因为孤独，我们才会发展出人性化的行为，认真思考如何与他人相处。当你感到孤独时，不要否定这种感情，而是要承认它的存在，并理解它的作用。
一旦理解了孤独的益处，你会发现自己更容易应对它。无论您是否容易感到孤独，这都是您的特质。作者希望大家能善用孤独这一情感，有时借此机会建立新的人际关系，或者将其作为动力，去探索一个从未想象过的世界，从而过上更加充实的人生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